观众问说，哲学跟开悟有关系吗？哲学跟开悟有关系吗？哲学是一种理论，它是一种辩证，我们用头脑去想心理的状态，或者事情的状态，或者这个世界存在的一种意义等等，所有这些事情，然后用一种辩证的方式去作为一种理论。我们可以把佛学归纳成哲学的一种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哲学跟开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，因为哲学的层面是在于探讨与辩证，是在于头脑里面的事情，而开悟正好跟头脑完全没关系，因为头脑里面存在的所有都是信念，而哲学运用的也是很多信念加在一起去辩证啊等等。开悟是离开这些信念的，离开信念才是登出的方向，而使用信念就不是登出的方向。哲学还是在使用信念去作为一种论证这个范围里面。就是有问题才有答案嘛。对，有问题有答案，然后并且根据问题我们来讨论啊、辩证啊等等，哲学会落在这样的一个范围。那像哲学对开悟有帮助吗？哲学对开悟有帮助吗？有时候一些论证，我们对开悟它是厘清一些状态，那厘清一些道理，但是到了最后我们还是要完全离开所有的道理。即使是佛学，你走到最后我们也要把佛学完全的抛弃，然后才来登出。因为佛学它也是一些信念所组成的一个架构，你不能靠信念的架构去离开信念，你到了最后也要把信念放下来。所以离开信念才是登出的一个架构，才是开悟的。所以不管是哲学或者佛学，到最后一定是全部都要丢弃，你才能够往开悟的方向，就是这样。是说我好像有听过一句话，就是对万事万物保持一种质疑的态度，这是对的吗？对万事万物保持一种质疑的态度，它只是一种态度而已。它还是一种信念，到最后还是要丢弃。你对万事万物保持一种质疑的态度，这样子就不容易说落入某一个圈圈里面，框框被框住。但是不容易被框住，你还是会去辩证、去论证、去思维，说，我保持质疑的态度之后，然后我会去思考它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到底是不是正确。如果是真的或者正确的，我就会去相信它，就是这样。就是先从一个我有怀疑的态度去看待一切，然后不要随便去盲从，随便就相信一个理论。所以到最后会有一个相信的东西哦。会有一个相信的东西，就是你经过你的缜密的思考之后，觉得它是正确的，然后你再去相信它。所以不是一直从头到尾都质疑。也不是。那真理存在吗？真理当然存在啊。为什么？有些人说真理并不存在。真理不存在的论点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简单的说，这样子好了，真理如果不存在这一条是真的话，那么真理不存在就是真理。那所以怎么可能没有真理呢？这个就不可能的事情。如果世界上没有真理，这一条是真正的真理的话，那这一条就是真理了。那所以世界上一定有真理啊。所以真理到底是什么？真理到底是什么？真理具备的就是要有永恒性，要有不毁坏性，这就是真理。既然它是真理，它一定不会因为时间经过而改变，它是真理嘛。如果经过时间，比如说，我今天想吃鸡腿，这样是不是真理？这样绝对不是真理，因为我可能明天就想吃排骨，那这条真理就变了。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就不是真理。所以真理具备永恒性，光这一点，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做不到。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真理。那到底是什么才做得到？就是我们的觉察。我就知道。对啊。这个我们从很早就开始，好像第一集还是第二集就已经讲过了。第三集我也忘了。对，所以真理还是存在的。都不能把觉察给毁灭哦。觉察没办法毁灭。是哦，为什么？而且它也有不可改变性。为什么觉察不能毁灭？为什么不能？如果觉察不存在，就像你的世界里面你没有觉察存在，
你的世界就不存在，整个世界都不存在，更谈不上毁不毁灭，就是根本就没有。所以先从有存在，你的世界是存在的作为基础，才能够延续世界里面的一切东西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到底你的世界会不会有一天不存在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但是基于目前一直存在到现在为止，你唯一没有变的就是觉察。由此去推论，觉察的本身就可能是永恒不变的。了解。好，那就分享到这啦，拜。拜。